连续下跌之后，如何买在启动点？这是你在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底部模型。只需5分钟，今天我就教会你如何通过成交量判断机构买入筹码。这是股价见底前的抄底信号。听完本视频，胜于很多人自学10年的效果，因为你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观察市场。如果你喜欢预测，那你的捷径是跟随江恩的脚步；而如果你喜欢的是成交量，你就必须认识这位量价之父理查德·威科夫。威科夫操盘术时至今日依旧受到机构投资者的青睐。今天阿哲就分享其中一种脱胎于威科夫操盘术的量价抄底绝学，建议点赞加订阅，以便后期内容持续跟踪学习。抄底绝学有3个诀窍。首先，在下跌末期出现一根底部高量阴线，这意味着抛售高潮。在威科夫操盘术中有记载，熊市终止前必然存在恐慌抛售，其特征是成交量明显放大。一般情况下，要求底部成交量大于顶部最大量，或者至少是20天内最大量。出现这种特征，往往在惯性下跌后会短期见底，出现明显上涨行情。当底部高量阴后，就能直接买入抄底吗？我们看到这只股票下跌末期出现底部高量阴线，次日出现止跌阳线，如果在此处买入，可就被套了。并且阿哲很明确的告诉你，这2次的下跌是同一只股票，但是在同样出现底部高量阴后，结局却大相径庭。背后的原因在于，机构投资者他在抛售高潮中低吸筹码后，他往往不会立马启动行情。抄底的第2个诀窍就是股价需要有惯性下跌的过程。你经常会发现大跌后立马上涨，往往是反弹，很少能够持久。所以我们要求高量阴下跌后第2天需要出现一根缩倍量的阴线，注意一定要阴线而不是阳线，一定要缩倍量而不能继续放量，意味着恐慌性抛盘在市场底部附近被机构吸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，这便是双阴缩倍量抄底术。最后，抄底诀窍第3点，必须在3日内止跌收阳才能抄底买入，如能在缩倍量阴线次日收阳，效果最佳。除此之外，在视频最后还有3个重要事项提醒你如何提高该抄底战法的实战效果。不过在此之前，现在来到了课中之10点抽查时间。在大家面前有 A、B 2组股票样本，都处于下跌途中。那么请问哪组股票样本可以抄底买入？如不能买入，原因又是什么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如果能够思考清楚，今天你的时间就没有白费。思考一下，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。现在回过头看到最前面这只股票，你会明白为什么可以抄底买入，并且成功买在启动点，因为它符合双阴缩倍量抄底术。现在我们更深入一步，在实战中，你还需要关注除买点外的其他因素。阿哲在图中画了3根线，都是实战中的关键价位。1号线是抄底结构的最低价，它是我们的止损价。如果买入后价格没有止跌，而是继续下跌破位，则必须立马止损。反之，它也是关键的支撑线。如果股价下跌再次回落到该位置，没有出现有效破位，反而止跌上涨，则还能继续加仓买入。2号线是底部高量阴线的高点，下跌中底部高量阴往往具有压力。在成功抄底后，这会是我们关注的第1个止盈点。如果明显股价受阻，则需要考虑减仓，甚至激进的朋友在短线上可以全仓获利了结。最后就是3号线，它是下跌的起始点，有时候它会和2号线重叠，往往它是我们抄底后的卖出点位。如果使用双阴抄底术，我们可以以1号和3号线计算盈亏比，而后再进行交易。这就是其中一种威科夫量价抄底术。在下跌的市场，当股价放出明显高量阴线时，你就要特别注意了，往往低点就在不远处。这是量学小课堂第13讲的内容，
学会量价分析，看懂市场语言，后续内容持续更新，点赞订阅不会错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